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做你们的师父太辛苦。我提醒一些跟我时间久了的徒弟，如果你跟我久了，你们不要把自己当回事，要放下自我，要好好修，各方面你要做的像一个徒弟样。为什么呢？你们做不好，我做师父的就会太辛苦。因为我觉得你们对我的一些要求，就算是释迦牟尼佛再来，也做不到啊。你可能说，发生什么事，会连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师父都做不到呢？他说，师父，你要加倍我。我说 OK， 师父，你要带我回家，你要带我去极乐世界，一系列的要求，这难不难？释迦牟尼佛也未必这样承诺过，是不是？修行是需要自己修行的吧？哪有让师父承包的？更难的是，他还要师父加倍他，搞好与人世间非法外遇的关系，还要师父加倍他工作好和有钱，还要加倍他儿女学习好，并且考上好的大学等等，然后再要师父加倍他修行好，成就明心见性，最后还要加倍他往生极乐世界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不容易啊！就算有这样的师父，有能力帮助你得到这些人世间贪欲的事，然后你还有其他另一个方向上的愿望，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要大成就，要往生，这就是个大问题。就像拔河比赛一样，你要求俩方面都赢，这本身就是做不到的事。你同时要在对立的两个方向上成就，可能吗？做这样的师父难不难？就算是师父自己，要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成就都不容易，何况是要帮助你来完成这两个相反方向上的事。假如往东走就是享受世俗的快乐，往西就是明心见性与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两件事是要放下一头才能到达另外一头的，对不对？我在对徒弟的要求里面一再强调，作为我的徒弟，你不要总是追求人世间过分的事，也不应该要求师父加倍你满足人间的无意义的贪欲，不要弄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。我要求徒弟汇报的时候的9条要求里面，不是清清楚楚的讲过吗？既然懂得一切是缘起，随缘接受就行了吗？这个世界的好坏有什么关系啊？作为我的徒弟，你们自己不反省吗？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一再的犯错？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不增长智慧？修了半天，连一点出息都没有，怎么还向师父要求这些事？有的徒弟这样说出来了，我才讲；有的虽然没说出来，可能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可能这是一个普遍而广泛的问题。他们把师父当作一个如意宝，有师父后，那什么事都应该可以让师父满足自己。我在师徒群里发了一个讲述垂印老人的事迹和语言的文，好人好自己，坏人坏自己。他的语言一针见血，指导你怎么在道德修养上完善自己。我跟你们讲，他的语言都是带有加持力的。你好好看，
用心体会，它的加持力非常大。为什么？那些话都是成就者真实的语言，必然有加持力。它和广钦老和尚的话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就是那些人有成就以后，发自心灵的朴实的讲述才是最真实的，真实的才最有力量。他没有那些理论性的长篇大论，但你们好好读，把纯印老人和广钦老和尚的话放在身边好好看，是不是非常有收获？别说你印了多少佛经，看了多少佛经，甚至《金刚经》都倒背如流，那都不一定作用大的。你把广钦老和尚的话仔细听了，并且扎实的去做了，你把纯印老人的话仔细体味，落实在自己的身心上，才管用。你改变自己以后，你再看你的整个面貌，气质是不是会变？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。人就是这样，没几个人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，就算父母接说他们都烦得很。这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的习性。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，众生的根性太罗列，每个人的身心都比较杂染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得不停地说，所以我说，做你们的师父好难，真难。大家要好好反省啊。